里面全空了，再不整修，这棵老榆树维持不了多久，已经被蚂蚁侵占了。修整这盆榆树有种仪式感，每次修剪都会十分谨慎。也许是相随几十年，情感太深，有点下不了手。但这次不同，必须对它做一次手术，清除病虫害，把两干的分干点降低，使这棵榆树换一种姿态，重新恢复它的活力。这个分干点看上去是不是高了？高了，重心上移，有失平衡。从这里切开，榆树的皮容易与末子部分脱离，在进行加工时，先要切断皮层。锯一条杆子剪的分界线，里面空了。像这种多干雕琢加工，与枯面盆景的雕琢有所区别。雕琢要保留干的粗度，在视觉上不会缩小。重点的目标是把这个分干点降低。已经能摇动了，里面空心的程度比我想象的要严重，就剩下了一层皮。在这个点上要卡一块小木棍，要阻止干在愈合过程中重新合拢，使干朝外伸出。破干雕琢尽量的不要走直线，要顺着树的变化状态进行，把它加工成自然腐烂状的沟槽。这个主干也要做相应的处理，两个沟槽不要在同一个方向。基本雕琢好了，这样从不同方向看都能呈现出干的变化。现在这样看上去是不是保存了两个干的完整性？分干点下移，重心也重归平衡。选择这样的操作要区分不同的树种，像榆树愈合能力强，恢复也比较快，可以放心大胆的进行操作。喜欢自己动手的，可以找榆树、三角枫这些愈合能力比较强的树种去试一试。一般在盆景开始发芽、进入生长期这个阶段实施。高温季节不要进行，在养护操作过程中不小心，会因供氧不足产生失枝。盆景失枝是朋友们普遍关心的话题。失枝失干大多数与你施肥放盆有关。到了春季，不是什么样的盆景都可以放盆。像这种情况，盆景进行了大面积的破干改造，没有一定的养护经验和场地，就不要急于放盆。进行了破干加工或者是放盆，更不要急于施肥。施肥会增加树叶浓度，使事叶的流速减慢，这样也会产生供氧不足。像滂杂开壳拿完后，伤口没有愈合就施肥，十有八九就会失枝。等伤口基本愈合，形成一定的供氧能力再放盆，那是最安全的。关于盆景放盆和施肥，我会在后续发几个专题视频，请朋友们持续关注。这个树干的内部用小布条沾上杀虫药塞进去，里面要刷上石榴合剂，除掉病虫害，这棵树的树势才能恢复。在这个底部还要填上密封材料，对树干进行加固。注意不要把密封材料露出来，那样就有作假的嫌疑。伤口部分用胶带包扎好，减少水分蒸发，也加快它的愈合。没有放盆的盆景进行这种破干操作，在春季可以把它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，按正常的养护管理，一般在3至4个月就会完全愈合。像这种情况不施肥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我是山丘农茶，感谢你的收看，下期见。